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理查老师，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。今天是2026年的4月28号，今天是星期二，每周二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。喜欢听中文故事的同学，欢迎大家准时参加老师的直播课。那么你也可以成为我的会员，支持老师。那么如果你不想成为我的会员，没关系，老师的直播课是免费的，欢迎你来上我的课，多多留言，发表你的建议意见，然后直播课之后你也可以把老师教过的句子再把它写一遍啊。好，那么欢迎大家，今天我们就直接来说故事了啊。今天要说的故事非常的有名，怎么说有名呢？就是母语者都听过这个故事，然后这个故事的名字也常常会在聊天的时候被使用，所以你们可以的话把此地无银300两记起来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哦。此地无银300两。Hello， 白兰，欢迎白兰老师已经回你信了哦。好，老师再念一次，此地无银300两。此地，此就是这里，地就是地方，这个地方没有银，就是银子，银子，银子是古时候的人用的钱，古时候的人用的钱叫银子。好，300两，古时候银子，300两应该是蛮多的银子哦，所以300两银子，我不晓得是现在的多少钱，但是蛮多的哦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故事。从前有一个人叫张三，好普通的名字，张三啊，他很努力工作，好不容易存了300两银子。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现在知道了张三这个人，他工作了好久，好不容易。什么叫好不容易？不容易就是很难，不简单，就是你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或时间才能够完成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你可以说，我好不容易才把中文学好，我好不容易才追上了这个女孩子，她终于愿意嫁给我了。我好不容易怎么样，我好不容易才这个我们中文也可以用才跟好不容易搭配，表示你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跟功夫才把这件事情完成，才把这个目标达到。哎呀，我好不容易才怎么样你们可以自己造个句子，我好不容易才能够休假，老板都不让我休假，老板都让我加班好，所以好不容易费了很大的功夫才能够做到的事情，所以张三好不容易终于存了300两银子好，张三心里又开心又担心，开心的是他变有钱了，担心的是怕别人把钱偷走。好，有钱的人我觉得他们的心态都像张三一样，如果你很有钱，你很开心，因为你很多东西都买得到，你也可以用最棒最好的东西，但是呢，另外一方面你也会怕别人把你的钱偷走，所以有钱人都有这样的心态，既开心又担心。最近好忙，好不容易才能上我的中文课，秀珍的句子非常好。好，那我们这里有一个什么的事，什么的事。好，那就是来说明开心的事情是什么，担心的事情是什么。这里是表达一个说明它的内容好，所以他开心的事情是什么？变有钱了。担心的事情又是什么？
怕别人把钱偷走。好，各位同学，你去外国旅游的时候要特别小心，一定要把你的钱包跟护照收好，因为可能在国外会有小偷，或我们中文说扒手，偷偷的把你的钱包或护照给偷走。好，一般来说，如果在街上把你的东西偷走的人，中文叫扒手。扒手，小偷一般来说是到一个地方偷东西的人才叫小偷，所以小偷跟扒手是不一样的对 Mandarin 扒手没有错，扒手是在街上偷你东西的人，小偷一般来说不是在街上偷你东西，而是偷偷跑到你家或一个地方偷东西的人才叫小偷，所以小偷跟扒手是不一样的那英文扒手应该叫 pickpocket， 小偷叫 thief，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偷窃方式对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，不要乱用好 OK 抢劫就不是扒手了，扒手抢劫叫抢匪，我们教过对不对？如果抢劫它是用很暴力的手段，这个不是扒手，也不是小偷，扒手跟小偷都是偷偷摸摸的，但是呢，抢劫的人基本上是用暴力的，所以这个叫抢匪，不一样叫抢匪 robber， 对不对好，张三想，我应该把银子藏在哪里才安全呢？好，一个有钱的人，他们会想要把钱或古时候的人用的银子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各位同学，什么叫藏？藏就是把东西放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，像狗会把骨头藏起来，这样别条狗就不会去吃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狗也会把骨头藏起来，那就是别条狗也看不到找不到的地方那有钱人会把钱藏在哪里？你们想一想，古时候的人可能都藏家里吧，那现在的有钱人会把钱藏在哪里呢？好，你们可能会想到银行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要用存这个字有钱人会把钱存在银行，或者放在保险柜，就是 safe 保险柜，银行会有保险柜，对不对家里可能也会放保险柜，我们可以把贵重的物品或钱放在保险柜里，我们学过珠宝，对不对？珠宝好，所以你们有没有学到一些很实用的单词呢？保险柜秀珍家里的小狗也会藏骨头，很好对，艾云说古时候的人会把有价值的东西藏在地下，对，因为古时候没有银行，也没有保险柜，对不对？我当了房女，白兰什么叫房女？我不晓得房女是什么。好不容易把贷款付清，好我懂了，就是白兰呢，她这个白兰要付房贷要付房贷付了很久白兰付房贷付了很久，她好不容易才把贷款付清。好。白兰，你直接说好不容易才把房贷付清就好了，清好，这个表达你们可以记起来。哎呀，我花了30年，终于把房贷付清了。好，付清就是把这个贷款都付完了，都结束了，不用再付贷款了，这个叫付清。对，保险柜没有错。好，那张三在想他应该把钱藏在哪里呢？刚刚艾云已经答对了，他觉得藏在地底下，藏在地下比较好OK，
他思考了很久。如果你思考一件事情，你会花比较多时间去考虑它，你可能会想一个计划。好，思考了很久，可能结婚这种大事，你一定会思考，或者呢，工作这种事情，你会去思考它。好，最后他觉得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大树下的空地。好，各位同学，他知道了，我要把300两银子藏在大树下的空地。好，大树下有一块空地，对不对？那是他觉得最安全的地方，最安全的地方。好，那么我们看看张三怎么做。天黑了，天黑了，街坊邻居都睡了。张三用铲子张三用铲子挖了一个大坑，小心把银子埋好。好，这里有一些词汇天黑了，这个你们都可以理解，就是晚上了。我们学过一个成语叫天色渐晚，还记得吗？天色渐晚好，街坊邻居街坊邻居什么叫街坊邻居呢？各位同学，其实就是邻居街坊邻居就是邻居的意思，住在你家附近的人都是你的街坊邻居那这个都睡了，所以是一个藏钱的好时机，把钱藏起来的好时机。好，那张三就带着铲子好，他用铲子挖就是用铲子挖。你会用铲子挖一个洞，对不对？用铲子挖一个洞，在地上挖一个洞。好，那一个大坑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洞，比较深的洞坑。小心的把银子埋好。我们用铲子把地上挖了一个洞之后，会有土，对不对？我们再把那些多出来的土把它放回去，那就是埋。有人死了，可能你也要把它埋起来那小狗也会把它的骨头埋起来，它喜欢吃的那个骨头埋起来。好，埋就是用土把一个东西盖住。好，铲子 spade， 对，也是算是对，我这里没有写铲子吗？OK， dig a hole with the spade。好 ，OK， 好，这个埋这个字一定要记起来，非常的重要埋所以像可能有人死掉了，有人去世了你要把他的身体埋起来，对不对好 ，OK， 好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，我们看看，感觉这个动作很正常呀。他把银子埋在地下，然后呢，大树下的空地很少人会来。中文有一个成语叫人烟稀少，没有人会来好，可是张三还是不放心。你坑我可以，你坑我的意思应该是你骗我的钱You trick me。You trick my money 比较像是这个意思你坑我应该是这个人骗你的钱，特别是只骗钱好，可是张三还是不放心，于是他又想到一个好主意 ，good idea， 好主意。那各位同学，不放心是表示你不担心，放心表示你不担心，不放心当然表示你很担心，所以张三还是很担心，他觉得埋在地底下可能会有人发现，所以他不放心，他很担心，所以他又想到另外一个好主意好，那张三跑回家做什么事情呢？他跑回家去张三跑回家里拿出一块木板，
拿出一块木头做的板子，木板，在上面写了几个大字：此地无银300两。好，他在木板上写字，写了此地无银300两，就是这个地方没有银子哦，这个地方没有银子哦，而且呢，这里没有300两哦。他写了一个牌子，是此地无银300两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，此哦就是这里，地就是地方，这个地方没有银子哦，这个地方没有300两哦。OK， 好，那他要做什么？好，那张三呢，把木板插在一个地方啊，插着。你可以把筷子插在米饭上面，但是这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啊。插，好，就像这个图里面一样啊。他把这个木板这个牌子插在这个大坑的旁边啊。他把木板插在刚刚埋银子的地方，然后他就安心的去睡觉了。好，安心就是放心，他就放心的去睡觉了。好，什么叫安心？就是你不担心，不担心就是安心。你也可以写放心，你也可以写安心，表示你不再担心某一件事情了，他就回去睡觉了。哦，好，所以各位同学，这里埋着银子，300两银子。如果是你经过了这个地方，看到这个木板上面的字，你觉得这里有没有银子？不管有没有银子，你看到这个牌子，你一定会好奇里面到底有没有银子，所以你一定会把这个地方挖开。好，记得这个词哦，你可能也会带一个铲子，把这个地方挖开来，检查一下里面有没有银子，对不对？如果是你一定会很好奇，所以你会拿着一个铲子，把这个地方挖开来，看看有没有300两银子，一定会这样嘛？甚至我们会觉得这里一定有银子，不晓得哪个傻子插了这个木板，告诉我们这里有银子。所以这个张三有点笨，对不对？我一定觉得有银子，所以我一定会拿个铲子把这个地方挖开来，检查一下有没有银子埋在土底哦。你们都很聪明，你们一定会去挖开来，对不对啊？这个中文很好玩啊，有一个成语叫不打自招啊，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字典啊。不打自招就是不用别人打你，你就说啊，是我犯的错，是我做的，这件事情是我做的。这个中文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成语叫不打自招啊，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它的意思哦，不打自招哦。好的，住在隔壁的王二听到外面有奇怪的声音，于是他偷偷走出来看。哇，被王二听到声音了，有一些嘘的声音哦，他很好奇，他出来了，他跟我们一样很好奇，对不对？好，他偷偷就是你不会让别人发现哦，偷偷的走出来看哦。他发现大树下的空地插着一块木板，上面写着此地无银300两。那你们觉得王二会怎么做？一定跟我们一样嘛，他一定回家去拿铲子，把这个地方给挖开来，对不对？Self-confess. Yep, it's like you make a mistake and you don't need other people to punish you, then you admit that you made this mistake. Yeah, 这个叫不打自招哈。不打自招一定是做了什么错事啊，你才会有机会不打自招啊。王二看了之后，马上把那个地方挖开。好，你要记得哦，我们如果要把这边的地上的土给移开来，我们用铲子是用挖开或挖开来
果然找到300两银子。好，各位同学，果然就是 It really happened as he expected。果然就是事情真的发生了，事情就像是这样，如你的预期发生了，这个叫果然。果然，好，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今天理查老师感冒了，哎呀，果然今天老师没有上直播课，因为他感冒了，他生病了，所以果然表示你本来预期一件事情会发生，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。好，所以王二找到了张三的300两银子。为什么？因为张三插着那个木板写的字实在是太好笑了，正常人都会知道原来这里埋着300两银子。王二正想把银子拿走，但他担心如果明天张三发现银子不见了会怀疑他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王二他觉得自己很聪明。他觉得如果张三发现银子不见了，他会怀疑是我王二干的，那怎么办呢？不可以，不能让这件事情发生。好，怀疑就是你认为某一件坏事是那个人做的，你会去怀疑他。所以怀疑表示你认为某一件坏事或错事是那个人做的，怀疑他是他，怀疑这件事是他做的。那是不是他做的，其实我们不晓得。度蜜月。好，那么王二会做什么事情呢？于是他拿起笔，在另一块木板上写下一句话：隔壁王二不曾偷。好，王二也拿了另外一块木板，在木板上写着隔壁王二不曾偷。好，隔壁什么意思？就是住在张三隔壁的，就是其实王二是张三的邻居，邻居就是住在你家隔壁的人，隔壁就是 next door。隔壁王二不曾偷，就是我没有偷哦，我没有偷哦。所以这块木板上写着王二不是偷银子的人哦，我没有偷银子哦，不是王二偷的。木板上写的不是我偷的哦，这个银子不是我拿的。OK， 好，太好笑了。我们往下看。第二天，张三发现银子不见了啊！我的钱呢？我的300两银子呢？他气得不得了。好，我们学过这个表达哦，气得不得了就是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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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气。好，所以你要特别记得这个表达，我们已经学过了哦。好，气得不得了，我快乐的不得了，开心的不得了 ，I'm extremely happy。所以的不得了表示哇，非常非常的生气。好，但他已经知道小偷是谁了，我们也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张三看到那个木板上的字，隔壁王二不曾偷，他当然知道他的银子是王二偷走的哦。好。OK， 这个故事就结束了。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呢？好，那这个故事呢是在中国非常有名的一则民间故事哦，特别是此地无银300两，我们常常去描述一个不打自招的一个情况。我又没有怀疑你，你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你是不是此地无银300两？你真的有做那不曾偷是没有偷艾云，隔壁王二不曾偷就是隔壁王二没有偷哦，隔壁王二没有偷，那其实是有偷那各位同学，比如说我跟你们讲，我没有女朋友，真的没有啦，我没有女朋友。
哎，理查老师，我们又没有问你，你有没有女朋友？你怎么突然这样说？哦，此地无银三百两，你一定是交了女朋友哦。或者你说啊，我今天忘了带钱包了啊，我今天忘了带钱包了，所以我不能请客。我们又没有问你有没有带钱包，我们又没有要你请客，你一定有带钱包。哦，所以你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哦，就是别人又没有问你，你自己承认了哦。好，那表示其实真实的情况是相反的啊。好，希望你们不要做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事情哦，不要不打自招哦。好，我们来问问题。问题一：张三把银子藏在哪里？藏在哪里？好，其实张三跟王二都不太聪明，他们都有一点笨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答对了，藏在大树下的空地。好，空地表示这块地都没有东西，空地，它一片地方都没有东西，叫空地哦。大树下的空地，很棒。好，我们看问题二，张三写了什么？张三把300两银子藏在大树下的空地之后，他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，他回到家拿了一块木板，在上面写什么？好简单，你们都会了。此地无银300两，此地无银300两，答对了。好，问题三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你们觉得这个故事告诉你们什么？给你们什么样的启发呢？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很想要解释啊，不是我做的哦，我不知道哦，我不知道哦。那其实你越解释，就越描越黑。这个我们中文有一个成语叫越描越黑。这个事情你越解释越糟糕，别人越怀疑是你做的这个就是此地无银300两的意思就是你不说话，你不解释，别人还不会怀疑这件事情。你越解释，别人越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有发生呢，好像是你做的耶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此地无银300两的意思，越描越黑，不打自招，越解释越糟糕。好 ，OK， 好，希望你们都觉得这两个人很傻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会做此地无银300两的事情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呢，会哦，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哦。好，比如说你突然跟老婆说，老婆，我没有藏私房钱哦，我没有藏私房钱哦。老婆觉得很奇怪，我又没有问你有没有藏私房钱哦，你一定是有藏私房钱，对不对？好，不打自招。此地无银300两哦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词汇，偷。偷，好，各位同学，这个人叫什么？偷东西的这个人叫什么？偷东西的这个人叫什么？很好，遇人只说7分话，叫什么手？什么手？你们要把它记起来。对，扒手，扒手。好，那如果到某一个地方偷东西的人叫小偷，小偷。如果抢你东西的人叫抢匪，抢匪。像银行抢银行的人叫银行抢匪。那这个 robbery 就是抢案，抢案。好，那银子是古时候的人用的钱银子，铲子，铲子，银子，银子，铲子，铲子，偷，偷走了。你也可以偷走一个人的心 ，steal one's heart。他偷走了我的心，表示我爱上他了，他把我的心给偷走了。I fall in love with him, I fall in love with her。
啊，他偷走了我的心啊。木板，木板，木板，埋。好，有人去海边玩，对不对？把自己埋在沙里面哦，很有意思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们去海边、海滩玩，哦，有的小孩子很喜欢把自己埋在土里面哦。好，怀疑，怀疑，怀疑。好 ，OK，那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，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。我们礼拜四见，大家早点休息，晚安喽，拜拜。